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好吗？快要到我搬家的时候了。那这几周的假日都非常忙，要到新的住处等东西送来。因为平日没有办法过去等，只能和这些送货的人要求假日再送。尤其像是大型家具，也没有办法请管理员代收嘛，所以只能频繁的奔波了。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买的房子的种类，在台湾的类型是属于大楼。想和大家说明，如果买这样的产品，你会得到什么基本的设备呢？以及有什么样的弹性呢？那就希望你们会觉得有趣咯。首先当然要说，在台湾的房屋类型有很多种嘛，无论是类似日本一户建的透天或是别墅，只有6楼以下的叫做公寓，7楼以上的华夏或是今天要讨论的大楼，都是常见的房屋种类哦。那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，当然你买到的内容就不太相同啦。像这次我们买的是属于大楼，通常又称之为电梯大楼，就是有所谓的管委会，而且户数有达到一定数量的社区，通常楼层都在11楼以上。而这种大楼的特色呢，就是大家会需要缴管理费，无论是支付清洁人员啊，还是大楼的警卫、管理员等等，是一项很基本的支出哦。所以如果你选择住这种大楼的人，势必每个月都要将这笔管理费算在必要支出里面，而费用通常都是你购买的坪数去做计算，所以买越大的房子呢，就要缴越多管理费哦。而另外一个主要特色就是，大楼通常都有所谓的公共设施，也就是除了你家空间以外呢，大楼里面还有一些设施是你可以使用的。通常都会有将近30%的公共设施是包含在你的房价里面。意思就是呢，如果你买了30单位的房子，你需要扣掉30%的比例，也就是9单位的空间，剩下的21单位才是你房屋里面真正能使用到的空间哦。所以其实很多不是很喜欢使用公共设施的人，就不喜欢买大楼，因为等于你要帮其他人付这些设备的钱，但自己却没有在使用，感觉很浪费。不过也有些人很享受这些公共设施，像是常见的游泳池啊、健身房、KTV 室等等的设备，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有这些娱乐。虽然也要支付相对的维护费用，但对于有些人来说，觉得是一种福利，每个月的管理费缴得也蛮值得的。那么买大楼的产品，你在入住的时候是空无一物的吗？当然不是咯。不过要先排除比较特殊的毛坯屋的类型，也就是建设公司只会给你一个没有任何装潢，也没有隔间，只有水泥砖墙建筑的房子。这是比较常发生在单价更高或是超大坪数的产品，因为大部分买这类型的人都想要自己从零开始设计和装潢，所以这样的毛坯屋呢，对他们来说反而比较方便。那相对的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普遍买新房的时候都不希望是毛坯屋嘛，因为等于全部的东西都要自己找人安装和处理，这样就和买旧屋感觉没有什么差别了。所以通常新大楼也都会把基本的装潢处理好，再交给买家们。那究竟这些基本的装潢有包含哪些呢？以硬体面来说，从基本的地板、墙面油漆、隔音的窗户到天花板，都是已经可以使用，而且有达到美观的程度哦。那像地板的部分，因为现在台湾有规定需要控制噪音，所以建商也很多都有附上防噪的木地板，或是瓷砖搭配降噪的施工。总之就是会安装好常见的地板材料给你，让你不用再找人来安装了。那设备方面的话，厨房的橱柜、洗水槽、吸油烟机、瓦斯炉也是基本的。现在的烘碗机也几乎都是基本的了。而厕所则是马桶、淋浴间、浴缸、洗手台都会帮你安装好。当然浴缸是不一定啦，加上台湾现在潮湿的关系，也都会附上一台多功能的机器，帮助你通风、干燥等等。
再来现在流行的呢，还有大门的电子锁和管理员通话的对讲机，都是属于基本的配备之一哦。因此可以说，除了剩下的灯具啊、冷气啊、电热水器等等必要的电器设备需要自己安装以外呢，其他都可以用原本建商提供的，就可以搬进去了。我觉得这点也是许多人购买新大楼这种产品最主要的原因。其实不止新大楼啦，前述说到其他类型，如果是买全新的，其实也都会附上，所以也是看每个人他们想要买哪一种类型的产品咯。那么大家应该也会好奇，虽然建商可能都有付给我这些东西，但是我可以不要吗？或是有没有其他选择呢？其实弹性还蛮高的，如果里面有项目是你不想要的，在房屋还没有盖好或是装好基本的东西之前，你都可能还有机会选择不要这些设备，向建商申请退费哦。之后再去买你想要的设备也是可以的。另外，其实现在有很多建商会给买家不同的选择，像是这次我们买的时候啊，就有给我们3种不同的木地板的颜色，让我们可以选。对我来说算是蛮贴心的服务哦。另外还有建商提供更多厨房卫浴相关的选择，那常见的像是将厨房的橱柜换另外一种颜色，或是增加减少配备，还有可以加订电器的服务，最后也是会先帮你安装到好，算是蛮方便的。那卫浴方面常听到的是把浴缸退掉，因为台湾天气比较热，加上潮湿的关系，大部分的人比较喜欢干湿分离的淋浴间，所以浴缸也是大家退掉的热门选择之一哦。而最近也常听到有附上所谓的全热交换器，也就是 ERV。那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这个现代呢，对于很多人来说 ERV 是一件必要的设备，所以也是现在流行的基本配备之一。不过因为安装的费用以及管线的复杂程度都还蛮高的，所以也是有许多人不想要。总之呢，无论建商有附上什么东西，在房屋还在盖的时期，几乎都是可以调整的啦。当然还是尽可能在购买或是签约的时候就做好决定，是比较安心的哦。那么听完以上这些，你觉得在台湾购买房子能得到的这些配备算是丰富吗？有你觉得有附送真好，或是没有附送还蛮奇怪的配备吗？那就欢迎大家留言让我知道咯。那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们都会喜欢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